Hello，大家好。加拿大房产市场去年经历了惨淡的一年后，传统春季旺季即将到来。加拿大的房产市场是否即将复苏？房价是否已经触底并准备再次上涨？购房者现在是否应该进场抄底？这个视频就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表示，1月份房屋销量同比大幅增长，这反映了去年年初房产市场的疲软。因为去年1月是过去20年来最糟糕的房产市场开局，即使上个月房屋销量同比大幅增长，但仍比10年平均水平低 9%。基准房价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0.4%， 环比下跌 1.2%， 较上一月跌幅有所提升。1月份全国实际平均房价为 659,395 加元，虽然与去年同比上涨了 7.6%，但与2年前的74.8450加元的平均房价相比，仍下跌了近10万加元，这是一个巨大的跌幅。大多伦多地区1月份房价已经连续第8个月下跌，虽然销量与去年同比飙升了 37%， 但是平均房价较去年同期下跌了 1%， 至 1,026,703 加元，与上月环比更是暴跌了 5.4%。虽然皇家银行预计大多伦多地区房价即将触底，并且在今年下半年逐步恢复，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大多伦多地区的公寓市场面临史无前例的困境，这会连累其他市场。去年第4季度公寓销量为 3,446 套，是12年来最低的季度销量，这比2020年疫情大面积爆发时的销量还要低。而新挂牌量却猛增，年增长率高达 29.3%， 这给房价带来巨大压力。多伦多公寓的平均售价为 702,142 加元，同比下跌了 1.1%。多伦多市公寓的平均价格下跌了 2.4%， 至 720,456 加元。与此同时，多伦多公寓的租金下降了 5.7%， 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在建公寓的销量也达到罕见低点，面临价格继续下跌。开发商去年在大多伦多地区仅售出了 12,716 套公寓，销量比上一年暴跌了 41%， 比前年更是暴跌了 58%。自2008年以来，大多伦多地区从未出现如此低的新公寓销量，未售出的 22,477 套新公寓创下历史最高库存记录，供应量为 21.2 个月，这些库存都将转到今年，给公寓市场带来巨大的价格压力。如果公寓价格喋喋不休，必然会把价格压力传导到其他房产类别。其次，随着生活成本飙升，越来越多租户陷入拖欠租金的状态，这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联邦住房机构 CMHC 的一份报告称，2023年多伦多地区有1/5的租户拖欠租金。同时，房东和房客之间的纠纷拖延也给租赁市场带来非常棘手的问题。安省监察员去年5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当时积压的租赁案件就已经增至38000起，听证会平均需要7到8个月的等待时间，有些甚至要等待2年。在这种情况下，租户拒绝离开房产，并且利用8到12个月的听证会等待期间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向房东索取现金，这导致以现金换钥匙的交易数量飙升。还有越来越多的高杠杆投资者受到利率上升的打击，他们急于抛售房产，只能选择现金换钥匙的交易。大多伦多地区1月份的房屋销量飙升，价格却暴跌，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市场上有大量高杠杆卖家急于抛售的事实。还有很多没有及时抛售的高杠杆投资者现在已经陷入破产困境。比如最近有3位在大多伦多地区投资了数百套公寓的投资者，他们积累了 1.44 亿加元的债务，并且同时受到32起债权人的诉讼。这3个人怀揣着房价永远涨的信念，在安省投资了400多处房产，拥有超过1000名租户。他们原本想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如今却自己走投无路，面临破产。这一事件意味着高杠杆投资者破产潮已经拉开序幕。此外，近日汇丰银行职员实名举报疫情期间大量中国移民伪造抵押贷款材料，骗取贷款，涉及贷款规模巨大。举报称，中国移民材料造假问题非常普遍，
自2015年来，多伦多地区有10多家汇丰银行分别向华人发放了至少5亿加元的房屋贷款。在房价上涨的周期，银行对待造假问题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在房价下跌的周期，银行一定会严格把关，并且设法避免损失。近2年还有很多新政策也会继续打压房价，比如减少留学生数量、限制留学生毕业工签和配偶工签、限制投资客赖以生存的短租业务。多伦多空置税从今年起提高至房产评估价的 3%。此外，市政府还向外国购房者加收房价 10% 的投机税，这些加上 25% 的安省居民投机税，多伦多的海外买家税飙升至 35%。除此之外，还有企业破产率上升、通胀居高不下、抵押贷款带来的付款冲击等等，这些都将给大多伦多地区的房价带来巨大冲击。蒙特利尔地区1月份的住房销量为2077套，虽然与去年同比上涨了 18%， 但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与去年相比，活跃挂牌量增加了 16%， 其中单户住宅挂牌量增加了 17%。公寓和 Plex 的挂牌数量也分别增长了 15% 和 16%。新上市房源5410套，环比暴涨了 47%， 同比也飙升 22%。目前蒙特利尔活跃房源数量已经高达16838套，同比上升 16%。单户住宅中位数价格为53万5千加元，与上月基本持平。公寓中位数价格为39万加元，环比下跌了1000加元。Plex 中位数价格为72万2500加元，环比上涨了2万3500加元。我记得上个月 Plex 的价格环比下跌了3万多加元啊，这个月又恢复了一些。皇家银行认为蒙特利尔地区1月份的房屋销量变化不大，供需和价格也变化不大，现阶段整体基调偏弱，只有降息才会使房产市场有所好转，但是这可能是今年下半年才会出现的情况。因此，皇家银行预计蒙特利尔的房价将继续保持平稳，略低于去年夏季结束时的水平。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了解，截至去年年底，大蒙特利尔地区的失业率高达 7.7%， 远高于 5.7% 的全国平均水平。去年第3季度，蒙特利尔公司破产数量比上年同期暴涨了 23.3%。同期市中心写字楼的空置率高达 17.4%， 去年12月份大蒙特利尔地区 4.2% 的通胀率也远高于加拿大 3.4% 的整体通胀水平。因此2024年蒙特利尔的房产市场仍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大温地区1月份的住宅销量总计1427套，虽然比去年同期销量暴涨了 38.5%，但是仍比10年季节平均水平低 20.2%。1月份新挂牌出售的房产有3788套，与去年同比增加了 14.5%。目前在大温地区挂牌出售的房产总数为8633套，与去年同比增加了 9.8%。所有住宅物业的综合基准价格为116万1300加元，比2年前下跌了近10万加元。所有房产类型的基准价格也均低于2年前的水平。独立屋的基准价格为194万2400加元，而2年前的基准价格是195万3000加元。公寓的基准价格为75万1900加元，而2年前的基准价格为77万5700加元。BC 省的短租新法规将于今年5月份生效，届时房屋供应量激增已无任何悬念。此外， BC 省教育部长最近宣布， BC 省2年内将不再允许新教育机构招收国际留学生，同时也将对学校进行更频繁的检查，以确保符合标准。与安省一样， BC 省的留学生数量也将大幅减少。这些政策都将会给大温地区的房价带来沉重打击。皇家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也认为，大温地区的房价还有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因为温哥华买家面临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房产负担能力的挑战，这会继续压低房价。卡尔加里1月份的房屋销量为1650套，较去年的水平和长期的趋势都有显著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1月份新上市的房屋总数增加了2137套，价格在30万加元以上的房屋新上市数量有所增加，但是价格在70万加元以上的房源涨幅最大。
新房源相对于销售的增长，并没有改变库存低的状况。目前库存单位为2150套，接近2006年1月创下的历史低点，比该月的长期平均水平低 49%。1月份房源的增加为潜在的买家提供了选择，支持了销售增长。1月份的供应量为 1.3 个月，低于上月和去年的水平。市场持续偏紧，进一步加大了房价上涨的压力。1月份的基准价格为572300加元，较上月上涨了2200加元，涨幅不算大。由于市中心办公室空置率居高不下，卡尔加里最近完成了第一个市中心办公室改公寓项目，提供112套住宅单元。据称，大部分单元都将以低于市场成本的价格出售。虽然皇家银行认为卡尔加里的房价将进一步上涨，但是我仍坚持之前的观点，那就是卡尔加里正在逐渐失去低房价的优势。同时，卡尔加里的经济现状和基础设施水平根本无法承载当前的人口规模，未来人口分流不可避免，所以投资房应该尽早套现。皇家银行最近的报告称，持续的负担能力问题将继续阻碍房产市场复苏。预计到今年年底，加拿大房产市场的活动才会逐渐增加。因为负担能力恶化，只有在利率大幅下降之后，买家的机会窗口才可能打开。皇家银行预计，这种情况将在今年年末或2025年才会出现。他们预计，今年除爱德华王子岛省、阿尔伯塔省、新布伦瑞克省和新斯科舍省的房价将持平或略有上涨之外，其他省的房价都会继续下跌。嘉鼎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也认为，加拿大的房产市场仍未走出困境，因为房屋销量远低于10年平均水平。如果按人均计算，市场则更弱。由于利率上升继续影响经济，今年上半年加拿大的 GDP 将下降，失业率也会上升。未来几个月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状况，目前看起来情况不太乐观，尤其是在安省。与皇家银行一样，他们预计今年年末到明年房产市场才可能出现反弹。加拿大国家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警告称，加拿大的劳动力市场根本不可能吸收如此大量的新移民。虽然总体数据显示失业率下降，但是这主要是统计方法所导致的。实际上，由于放弃寻找工作，越来越多的人处于长期失业的状态。大多伦多地区这一问题尤为严重。近年来，新移民的报税率也在急剧下降。全国报税人保留率的数据显示，2019年抵达并当年报税的移民比例高达 91%，3年后就降至 85.5%。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超过 5% 的移民在登陆5年内离开加拿大，这凸显了新移民面临的困境。由于房产市场放缓，导致项目面临财务压力频率不断上升，加拿大越来越多的房地产项目进入破产管理程序。世邦魏理仕表示，1年前可能是每2个月出现一次，而现在每周都会出现被接管的房地产项目。去年加拿大企业破产数量比上一年暴涨了 41.4%， 共有4810家企业申请破产，这是13年来最大的年度数量，也是破产监管办公室记录的36年来最大的年度增幅。去年消费者破产率也飙升了 23%， 共有123000名加拿大消费者申请破产，也就是平均每天约有337名消费者申请破产，这是14年来最快的增幅。最近的一份报告称，一些城市的新房主正在感受房价下跌的刺痛，比如在过去12个月中表现最差的柏林顿，在2022年底购买单户住宅的业主1年内每天的损失估计为163加元，全年损失近6万加元。万锦的房主每天损失154加元，全年损失56043加元。密西沙加房主每天损失114加元，全年损失41740加元。BC 省的基奇纳购买单户住宅的人每天损失约109加元，全年损失约39850加元。报告称，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房地产是最安全的投资，但是2023年打破了这条不成文的规则。最近还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上个月第2起集体诉讼
把针对房产中介佣金的诉讼范围扩大到加拿大所有地区。这一集体诉讼把72个地区的房产经纪协会、10个房地产特许经营商、8个房地产经纪公司列为被告，指控称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经纪人都从事了非法活动，这导致房地产佣金不合理的增长。此外，他还指控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和全国各地的房产经纪协会帮助了这些违规行为。这一案件主要针对要求房屋卖家向买家的房产经纪公司提供佣金的制度违反了竞争法，导致价格操纵。也就是当房屋销售结束时，卖方通常会支付经纪人佣金，该佣金占总销售额的一定百分比，佣金通常由卖方经纪和买方经纪平分。当前的佣金制度会激励买家经纪引导其客户购买佣金更高的房产，并人为的抬高佣金费用。如果诉讼成功，被迫向买家经纪支付佣金的房地产卖家将会得到补偿。此外，未来佣金支付规则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在去年10月份，美国就发生过类似的集体诉讼。密苏里州法院针对全国房产经纪人协会和 RE/MAX 等主要房地产参与者提起的价格操纵诉讼，做出了18亿美元的损害赔偿判决。至于加拿大的集体诉讼结果如何，还有待于继续观察。加拿大统计局最近的报告显示，加拿大经济1月份新增就业岗位37000个，失业率小幅降至 5.7%， 这是自2022年12月以来的首次下降。1月份的数据好于预期，这主要是因为兼职工作增加推动的。1月份失去了12000个全职工作岗位。就业数据带来的坏消息就是，这可能会支持加拿大央行推迟降息的时间。美国1月份高于预期的通胀和井喷的就业数据也大大推迟了降息的预期。美国1月份的核心通胀率上涨 0.4%， 这是自去年4月份以来最大的月度增幅。同时，美国1月份增加了353000个工作岗位，失业率继续维持在 3.7% 的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些都给加拿大央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加拿大央行最近发出的信号非常强硬。央行行长蒂夫表示，需要给货币政策更多的时间来缓解价格压力。经济学家们把这一举动解读为加拿大央行可能倾向于货币政策进一步紧缩，而不是宽松。美国通胀再次加剧证明，把通胀率降到 2% 的目标，最后一段路是最困难的。过去18个月，通胀下降大部分来自油价下跌和全球供应链的改善，这些呢都是最容易的部分，而剩余部分则是由劳动生产率等国内力量驱动的。加拿大的劳动生产率已经连续6个季度下降，而工资却在上涨，也就是企业为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但产出却在持续下降。未来企业一定会把上涨的劳动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而使通胀再次加剧。从去年到今年，降息的预期一推再推，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利率长期维持在高位的准备。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7月份之前不可能降息。皇家银行最新的报告认为，虽然1月份是加拿大主要市场住宅销量连续第2个月增长，但是在降息之前，强劲的持续复苏不会形成。现在皇家银行也已经把降息预期推迟到今年下半年。他们认为，今年抵押贷款续签带来的付款冲击可能会引发一波不良销售浪潮。房产负担能力的急剧下降将继续给大多数房产市场的房价带来压力。1月份房价指数普遍再次环比下跌，也证明了这一点。皇家银行认为，今年加拿大全国房价将下降 1%， 明年将上涨 3.1%。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预测仍过于乐观。虽然1月份很多买家不可避免的要被忽悠进房产市场抄底，但真正抄底成功的人可能寥寥无几，大部分人都会抄底抄到山顶，因为未来几年房价整体趋势将继续向下调整。我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开始发出房产市场崩盘警告，原因是百年不遇的超低利率陷阱，在那个时候就埋下了崩盘的种子。现在这个果实已经成熟，40年来最严重的房产市场大崩盘已经开始，贪婪的人一定会付出惨痛代价，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